1年前，我们有幸去现场记录了长征5号火箭的发射，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为实在是太震撼了。但我从小到大在电视上看火箭发射，都始终有一个问题：火箭到底有多大？这次要发射的天河号核心舱又有多大？因为你真的很难感觉到它的实际的大小。那平时我们在电视上看一个火箭发射，可能觉得火箭也不过就这么小小一个，比手掌也大不了多少啊，没有什么震撼的感觉，和现实所见其实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想尝试用影视技术，用特效来向你呈现一个火箭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的。这是长征5号 B， 它是我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，有53.7米。那把它立起来，就相当于普通住宅楼的20层那么高。那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如果现在你妈让你去天台收被子，陈天，我快速来收棉被的。你需要爬20多分钟的楼梯才能到这么高的位置，这是我的记录，我不知道你得花多久。那再换一个说法，它的长度和2节高铁也差不多，所以本质上这是一辆开往太空的复兴号。其实长征5号系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胖5，因为相比历代别的火箭，它的主体直径要宽上不少，足足有5米。那你想要丈量这个宽度的话，可以想象一下，它里面接近可以并排放进3个我。那也正是因为它太胖，主体直径太宽，过不了这个铁路的隧道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使用铁路来进行运输，只能使用海运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见长征5号系列的发射都会放在海南文昌的发射中心。原本我以为这个天河号核心舱会比较小、比较窄，但事实上它的空间非常大，有50立方米，和一辆公交车都差不多。事实上，如果把它横在这边的车道上，它会占掉整整5个车道。因为天河号空间站有18.1米长，比一个标准的羽毛球场还要长，所以说逻辑上，假如想在空间站内打羽毛球，也不是不行。当然，前提是在不打坏设备和不考虑重力的情况下。天河号在太空需要同时支撑3到6位航天员的起居、生活还有工作，同时还要储存燃料、电力和各种必要的资源。那这一番操作以后，它的总重就下不来，会达到22吨左右。那什么概念？相当于16辆小汽车被垒在一起。那这么重的东西要上天，自然会需要大量的燃料来支撑它。那你一算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当你有了更多燃料，你的总重就增加了。那总重增加了，你会需要更多的燃料，还有一个更大的火箭来支撑它，就是一个无限套娃的逻辑。所以最终长征5号 B 火箭总重达到了849吨，燃料占据了90%的重量，而真正投入使用天河号核心舱段部分只占了总重的3%还不到。我们计算之后发现，理想状态下，如果把长征5号 B 火箭内所有的燃料都烧掉，它所能释放的能量能够瞬间点亮我们脚下这片土地，整个世界，整个地球，4秒钟。其实，不管是空间站也好，还是人造卫星、载人飞船这些，航天就是一件看起来效率非常低的事情。一次次的发射就是一次次的消耗，还有无数的风险，而你甚至可能在几年里都看不到任何的回报。但宇宙就是那么的有吸引力。我们是谁？我们的起源和归宿又是什么？这些答案只有这里会告诉我们。天文、物理、生命科学、空间材料等等，这些学科的发展都将随着每一次的探索而进步。今天只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一步，而中国航天的长征永远在路上。从1970年这样一颗小小的不到200公斤的卫星，
到现在的天河号，再到明年落成的将近200吨的天宫空间站，我相信我们的征途永远不会停止。